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乌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最近美中之间这个角力不断的在延伸当我们看到过往已经从所谓的从经济上、从外交上甚至进一步到所谓的军事上的这些相关的对抗我们之前在节目也提到了有个AUKUS，包含美国跟英国、澳洲几个国家重新在做结盟，那这有别于过往是经济上的这些结盟，这事实上已经是所谓的军事上的一些结盟军事结盟的意义当然更非同小可。那这个部分从过往谈到了在南海在东海，在许多地方，在印太的这个所谓的战略重新的部署这都产生许多的一些讨论。那最近他们又有新的这个所谓的瑞士会它到底对于中国的态度到底目前是如何？我想都值得我们好好的一一抽丝剥茧那好好来了解。那我们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老师，继续来我们现场帮我们来做解析。闵老师你好。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我想刚刚提到这个看起来美国跟中共这个在从军事上来讲是很紧绷的那当然，美国的国安顾问苏利文，还有就是中共外事领导小组的杨洁篪在瑞士开了6小时的会所以。结果呢？结果到底是好是坏？老师要不要带来我们第一手的这些资讯？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前阵不是很紧张吗？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嘛。然后在几次会谈不欢而散之后呢，突然之间现在又说开了会，而且是突如其来的宣布，然后突然就开会，然后结果就出来了。所以很多人说两国关系是不是改善了？应该这样讲，根本没有改变，但是呢，气氛有所缓和。为什么我们说根本没有改变呢？简单说就是我们看看两国之间现在关系紧张嘛，我们说关系紧张，这真的关系紧张的这根本原因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我们看到，事实上国际上也这样认为，我们看到就是中共呢这几十年来，利用一方面美国的天真，另外一方面利用美国的善意，然后开始悄悄的扩张，然后占了美国很多便宜，然后过了大概20年之后呢，甚至可能还长一点点，美国才慢慢醒觉。所以当美国醒觉之后呢，然后开始还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还利用大外宣啦，利用统战的手法啦，渗透什么的，然后不但渗透这个国际社会，也渗透美国社会，也造成美国社会一定程度的分裂跟动乱。美国我刚讲说，在川普总统的这个任内呢，发现这件事情，开始还手。一还手的时候，中共生气说：“哎，你怎么还手了？”那对美国来说，就是其实呢，因为你破坏了国际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你破坏了我们大家认可的这个游戏规则，而且你原来也认可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逼你退回去。然后逼你是遵守原来游戏规则，所以当美国还手逼中共要去这个修改行为模式，符合大家原来对他期望跟符合行为规则的时候呢，中共又生气了。中国说你改变了游戏规则，美国说不，你改变在先，我们是要提醒你不可以改变游戏规则，所以呢，我们做了这些动作。好，那现在双方好像都看见问题了。所以中国方面的一些学者呢，一些智库就讲说，中美关系的结构改变。大家听了不太懂结构，对不对？台湾是讲中美关系的本质改变了，这样讲就比较听得懂了。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认知就是你中共先改变了大家相处的几十年来惯用的模式，然后你要改成一个大家不能接受的模式。而且你的价值观呢，你的世界观、历史观各方面，甚至你对于说将来怎么改变国际秩序，你的手法跟我们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没办法接受的。当西方社会或者以西方为主的这些国家认识到这一层之后呢，那就要求中共改变。中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过去节目上也讲嘛，我们说这么几年下来呢，它都没有改变，它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我想真正让他最后没办法接受的是，除了一方面行为之外呢，其实语言，也就是你用什么态度跟什么语言来表达你这种事情。如果和中国很厉害，就是说我没有啊，我只是这样，然后很和气这样讲，大家还
可能会觉得说，哎，他可能真的没这意思，可能是不是我们错怪他了？可是不是啊，中共两手叉腰，摆出副战狼姿态，说你这样，然后我们要平视了，我们要平起平坐了，我们要改变游戏规则等等。大家觉得说，哎呦，你这是玩真的了，你这不是说很和气跟我们讨论问题，你是拿你的拳头跟拿你的肌肉来逼我们这样干了，什么等等。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你也硬来，我也硬去，双方这么硬碰硬了。我那就讲我说，这叫做本质的改变。那中共把它称为结构的改变。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他们经过了前面你说阿拉斯加会谈也好，天津会谈也好。都没有成功，那为什么这次又能谈呢？简单说就是我们过去说过吧，双方呢政治、经济、商业各方面啊，这交流已经很深。双方我当然不能完全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在有些领域的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医药吧，你说对，美国的医疗发达。可是美国有些药呢，它不在自己这边做，它在印度做，在中国大陆做。中印两国的这些中成的药，或者那些学名药呢，大概这个是美国进口量的70%，也就是美国这个中阶药材呢，70%依赖这两个国家。就算中共跟日本不是中共跟印度不是1:1。双方是1:2，甚至1:3，就中共只占1/4的话，美国也吃不消啊。那时候我们就开玩笑，我说，中共的药则停一天，美国可能要10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啊。所以美国它不可能完全切断。当时大家不是讲说脱钩吗？我不是也讲我说不可能脱钩，最多是高科技脱钩脱到一定程度。我把我对你最担心部分呢，我把你削弱。你把我对于你威胁最大的部分削弱，双方这样就可以接受了。所以完全脱钩不可能，因为中共也需要对美国的贸易，美国也需要对中国的贸易，双方其实在这地方呢是绑得很深的。所以一旦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要完全扯破脸不太可能。所以我讲了半天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双方会闹、会吵、会干什么，但是不会真正撕破脸，总是要开始谈的。问题是怎么谈，什么时候谈，然后谈出什么结果来。现在就是记着阿拉斯加跟天津会谈的时候，我们再谈一次看看。不过这次可能谈出点什么东西来。这个部分我想也是我们大家好奇的部分了，因为就像老师说的，这个总是慢慢他们会想办法做解决了。不管是有些人说这会不会有两边这个暗通什么样的一些互通一些私下的不知道的一些秘密哦，或者交换某些利益，所以我们比较好奇，他必然要谈。那他谈了这次，跟前2次老师自己在观察有什么新的进展，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对，我们刚刚讲的总是要谈嘛，对不对？所以第一次阿拉斯加会谈，我说那个看来不太容易谈成。人家说为什么呢？我说照中共的期望，中共很要面子嘛，然后又玻璃心嘛，所以他觉得说我现在是一个大国了，我现在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了，所以你美国新总统上来呢，你第一个得先见我。就美国先见了谁？先见了欧洲这些国家，然后见了日本啊、南韩什么等等，然后迟没有轮到他。然后等到美国国务卿要来亚洲访问的时候，中国一再讲说，那好吧，我在阿拉斯加见你。中国觉得是很丢脸的事情，对不对？你第一，你不来北京看我，你不来北京看我就算了，要不然就你邀请我到华盛顿去，结果你在去人家那边路上找个地方，随便找个 7-Eleven， 我们在那边谈一下，他当然很生气了。所以那次呢，中共是有备而来。那美国方面呢，有点就是被突袭了，没有想到说中国会这样做，因为这个杨洁篪在那噼里啪啦就骂了10几20分钟啊，所以当时布林肯愣了一下，他到底还是有经验的，所以记者本来都要退场了，他看情况把记者叫回来说，我们再讲一次，我把我这边也骂一遍，所以当时我说这个气氛双方不会谈好，因为双方必须要发个脾气，要给对方下马威。你也要给我下马威，我也要给你下马威，然后双方呢，一方面给他下马威之外呢，二方面演戏，演给谁看呢？双方在内部都有政敌，都要演给政敌看一下。对于习近平来说，就是他要给这些潜在的反习派看看说，我不是软脚虾，我不是被美国欺负的。
那布林肯那边就要给共和党看，就是说，你看我不比这个蓬佩奥差，我也很强势，所以双方呢要给对方下马威，要演戏，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双方都晓得最后要谈，我们刚刚不是说了要谈，但如果美国摆出的态势就是我准备围欧，我准备打群架，我把我跟朋友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之后，我这边实力强了，然后这同盟巩固了，我再跟你谈，那你等着吧。所以中国人看说，那好，那我有点准备了。简单说呢，就是双方现在针对对方做动作了啊，互相你来我往，你来我往。做动作有2个目的，第一呢是准备筹码，我们将来谈我要有一些筹码在手上。第二就是我经营战场，也就把文宣战场啦，把整个氛围啦，乃至甚至说，我跟同盟之间关系呢，我都弄好了。打点完了之后呢，战场准备好了，我们进到战场去。什么叫战场呢？不是这军事战场，是外交战场。外交也有战场了。好，那我们看有哪些战场？美国不是搞了贸易协定吗？是。所以拜登上台之后，贸易协定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大的变动，可能过几天就要变了，但目前还没有。这第一个。第二，美日安保重申了，美国跟北约关系在重申了，美国跟欧盟关系重申了。更糟糕就是你刚刚讲的，美国成立了 AUKUS， 成立了澳英美同盟。澳英美同盟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的确是后冷战时期的第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这事情非比寻常，中共非常清楚。好，那除了这之外，还加码台湾，然后又在各地方搞军事演习，然后南海这边还做动作，所以对你的这个威逼呢做足了。中共没办法，中共也必须回应，因为如果说我不回应的话，第一，我面对美国我气势输了，我这样进去谈判我一定很糟糕。第二就是我说不定还没来得及跟美国谈判，被内部政敌给推翻了，那也不行，所以我也必须演戏。所以我要拉拢俄国啦，拉拢伊朗啦，支持北韩啦，搞大外宣啦，我也在南海军演啦，然后阿富汗撤军问题我也插手什么等等，然后还不够，我再打出一张大牌出来，我一天到晚用军机去绕飞台湾，我看你来不来？台湾是不会去谈的啦，对不对？美国必须要面对说你对台湾施压，那我得回应啊。所以一方面就是在白宫讲话，一方面在这个国务院讲话，二方面就是我真的要跟你来谈。所以你也加筹码，我也加筹码，双方都把筹码堆到最高时候再进来谈。那么现在双方觉得差不多了啊，大概能堆的都暂时堆的差不多了，所以才开始要谈了。那中国说呢，好，那我们再来吧。然后怎么来呢？我开飞机，第5天不算了哈，就是前几天，第一天来了38架，他说哇，那创纪录高，当时我就很纳闷，我说怎么会这么多呢？就第2天39架，更多了，更多，我说这是在玩什么东西呢？后来我慢慢有个感觉，但是不确定。第3天的16架，我说怎么减少呢？应该增加，啪，第4天56架，我说这样差不多对了。所以4天加起来149架，然后美国受不了，美国出来喊话，然后第5天呢飞1架，也就是我给你一个善意。那也就是说，中共呢，它当然飞机有很多考量，我们等会儿要说，但至少最直接上就是我逼美国表态，逼美国呢来跟我，不能说低头了，至少就来回应我。所以等于说逼台湾逼出成果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你说有没有释放善意？还是有释放善意的。美国不是释放孟晚舟了吗？不对不起啊，美国的司法部通知加拿大说那边没问题了 ，OK 了，所以我不再请求引渡了。然后加拿大那边呢，也都做足了这个司法的程序，然后都把这都打点完之后呢，然后说好，我们现在释放他，所以这孟晚舟呢也没事了。然后孟晚舟也出来就读了声明，说我认错了什么等等。那至于是认罪还是认错呢？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来谈。但简单说，美国司法部的说法是，孟晚舟承认在过程当中他有撒谎，是法律上是有责任的。我不管你叫认罪还是认错，但我们现在是协商过了，你的罪名还没有大到我直接能抓你，我只是引渡来审判你。那现在既然你已经认了，我拿了东西在手上，我有办法对付华为了，那这地方我就松手了。好，所以孟晚舟的事情呢算是过去了。再来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美国后来开放了一部分晶片卖给华为，不管层级多高，它至少是卖了。所以美国的别的地方释放3亿，中共也释放3亿了，应该是在阿富汗事件上面。美国撤军撤得难看，大概最后呢，请中共说，你是不是帮我跟塔利班说一下啊，让我们这边有点面子撤出来，大概这边帮了忙。但现在就是外交传闻很多，但是没有最后的确定。简单说就是双方对对方应该都有帮到忙，都有释放善意，所以最后一步步呢又再走回来。老师这样讲，当然大家就会说哦，原来军机真的不是针对台湾。哎，老师你这说法正落入了我们最近台湾内部哦，也有很多这个国民党籍的这些大佬们哦，真认为说，哎，你台湾没那么了不起啦，就需要派这样子那么新型的军机过来吗？派个侦察机就好了，那个不是针对你，那人家那美国那个联演军演都在那边南海走啊，我难道不出来绕一绕，告诉别人说，哎，我还活着？对，当然这很有趣哦，就是大家就是说，难道讲了吗？所以台湾民众可以松一口气吗？老师怎么看呢？也不完全是哈，也不完全是，应该说这个多重目的的。其实我刚讲就是说，不管南海也好，不管台湾也好呢，双方都是又真又假。你不能说它完全真，但你更不能说它完全是假。我刚不是说了吗？一部分是演戏，演戏是要堆筹码的，因为我不演戏，我筹码就堆不起来嘛，我就没有这筹码，所以我为了这堆筹码，我也必须演戏。二方面就是我对你做事情心里还是真的不舒服的，那不舒服到就是，其实我想把它回复原状，但是我暂时又没办法回复，因为我不可能打你，你也不可能打我。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只好用演戏的方式来表达我的不满。所以你说演戏吗？一真一假啊，这第一个。第二点呢，美国为什么生气呢？光是南海问题，美国讲说你食言而肥，你这个习近平明明亲口答应我们奥巴马说，你南海呢这岛礁呢，第一不会化礁为岛，第二不会军事化。现在呢，你全都干了，你不但干了之后呢，我们船开过去，你还说，哎，侵犯领海，你简直把南海内海化了，这事情我没有接受。所以美国对南海的生气在这里，我们过去讲过。中共讲说，那我在崛起过程当中，你不但在打压我，难道我不可以崛起吗？你不当你也崛起吗？那我现在崛起了，我要南海，你又阻止我。南海本来就我的，美国说谁说南海是你的？所以生很多争执。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说南海有些是岛，像太平岛真的是岛。什么叫岛呢？潮水退下去就露出来的那个不一定是岛，潮水升上来之后，它还在水面上的，而且可以住人的，可以正常生活的，哎，那个才叫做这个岛，而不是礁。所以如果说退潮之后那才浮出来，那叫做退潮低地或者低潮高地。好，那大概前几年了，南海不是仲裁案吗？中共所占据的很多岛礁呢，最后都判为是低潮高地。所以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低潮高地不具备领海权。好，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判决。而这个事情不是这次针对南海判的，这是历史上这个几百年来已经成了一个惯例了。好，那现在中共说啊，我崛起了，我要这东西，那南海当然变成一个剧场，还不是战场，它就变成争夺的标的物。台湾也是，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嘛。中共呢对美国不高兴，还要拿台湾当棋子去逼美国；美国不高兴了，回应一下，拿台湾当棋子去逼中共。所以我说，台湾呢夹在当中。空前难受，但空前安全，谁都不舍得。那现在讲说，为什么149家军舰来骚扰台湾呢？你刚刚不是说了吗？6个国家开了17艘军舰，包括3艘航空母舰，还有2栖攻击舰在那地方。那你说中共不担心吗？当然担心。第二呢，中共前阵不是限电吗？出了问题了吗？所以他转移注意力。第三呢，刚才讲到成立 AUKUS。你 AUKUS 虽然没有说，但你显然是针对我，所以我必须发个脾气。第四，我顺便对台湾施压。对台湾施压的第一呢，就是保持个压力，也不要你在台湾旁边在看戏的，然后你在旁边搭便车，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中共一定要这样搞一下。第二就是中共判断对台湾施加压力之后，你内部会争吵，我让你内部去乱，你不要太团结来对付我。所以中共对台湾现在这种高压的政策呢，简单说就是。
一石多鸟的设计，所以这些情况呢，我们将来还会继续看到。这个当然我觉得是值得持续来做关注，因为过往我们都说美中台的关系，在节目当中大家不难听到这样的一个说辞，这个三角形哦，这个哪边近一点，哪边可能就远一点，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台湾来讲都无法置身在事外，所以有人说像两只大象在跳舞，小心我们这只小老鼠不要被踩死了。那怎么样运用这些角力过程当中得到台湾最大的一个空间跟利益，这个也是我们不断在节目当中很多专家学者在做一些思考。当然回到这个美中的瑞士会，可能大家还是想知道，那所以呢，到底如果老师就您所知道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决议结论的内容吗？当然这是比较快了哈，6个小时开完之后，双方很快就发了声明。那声明我们先看了一下，大概几个特点哈。第一呢，基本上当然各说各话。美国方面呢，必须谈人权问题啦、新疆问题啦、香港问题啊、南韩问题啊、台湾问题啊，然后还有结盟，他跟盟友的关系。但美国也强调说，我无意跟你冷战，然后呢，我们是合作对抗跟跟竞争什么的呢？中共说呢，我不喜欢你用竞争来描述我们的关系，我们还是回去合作。所以中共嘴巴还是比较甜，因为我也讲过说，其实中共有求于美国，远远多于美国有求于中共，而且美国现在手上筹码多，中共筹码少，所以这第一个中共讲了。中共第二点还是搬出一个还是强而有力武器，就是你不能干涉我的内政，就像我不干涉你内政一样，你也不干涉我内政。中共至少没有在口头上，他手底下在那干涉，但嘴巴上不讲。好，你刚刚讲的人权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这都是我内政问题，所以你都不应该谈。那我们当然很高兴你说不冷战，这点我们非常欣赏。然后我也不希望你搞对抗，但是呢，你干涉内政，中共的谈判是先拿大帽子扣住对方，扣住之后你就没话讲了。所以先用内政的大帽子去扣住美国，好，这就是第二点。但不管怎么样呢，我刚刚说双方毕竟是这个关系很深的国家，政治、经济、商业、各文化，甚至军事各方面的，不要说气候这些问题的，都有很深的这些互动，所以你要完全切断呢不太可能。而且就是关系越紧张，你如果真的不想打仗的话，你还得保持沟通。所以必须在气氛很紧张情况下呢，稍微缓和一下。你说破冰也可以，你说缓和也可以，不过这个倒是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无论如何双方都要谈的话，那筹备。筹备什么？大家说那现在是不是就是习近平跟拜登要见面了？应该这样讲哈。如果最近习近平跟拜登不管是真正见面也好，或开视讯会也好，双方呢应该都只是表达一个善意。双方在表达善意同时表达立场，就像我刚刚讲了什么人权问题啦，或者说内政问题，双方要再讲一遍。即便双方听了都耳朵伤茧了，还要再说一遍，因为这个东西呢，对内对外你必须做的宣示。但是呢，双方在最高层会议底下，真正会掀开的是工作层级的会议。工作层级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几个消息出来嘛，一个就是美方的贸易代表戴琪也出来讲了。戴琪的话，将来我们可能可以详细分析一下。戴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美国准备减免部分关税，他先请国内提出意见提出评论啦，提出建议，提出意见等等，然后看我们怎么来修改。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内部得要一个至少表面上一个重新建立共识的一个过程。等到的共识建立差不多了，再把这成果拿来去跟中共谈。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中共一定会想尽办法呢去游说或者在华尔街啦会对这大科技公司呢，然后去特别示好。事实上我们已经看见了，BlackRock 就这样拿到一些好处了嘛。所以中共会释放筹码，然后用释放筹码的方式呢，用美国的商家去施压美国政府。这中共玩得很纯熟的一套东西。反过来说，美国就很难用中共的商家对中共去施加压力，对不对？这就是民主跟独裁的区别。但不管怎么说，我说的意思就是，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呢，双方会有一个工作层级的会议。工作层级会议如果照正常程序的话，应该先从副部长谈起，
啊，从副部长或副国务卿这层谈起，然后再逐步往上走，再到部长啦什么，然后再到国务卿。等到国务卿那边都谈定了，最后呢才会是习近平跟这个拜登呢在正式见面谈个什么东西出来。所以大概会分成2个层次的会议，一个是这个工作层级会议，一个就是正式会议。但我刚刚说了，在元首级的正式会议开以前，现在瑞士会议讲说啊，他们在12月份前后可能会有一个这视讯会议，他现在安排。它具体细节呢，我们再跟大家去说明了。等到准备好之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应该双方是同意这个视讯会议，但是到底开不开得成，内部有没有什么压力，我们还得再看。因为美国内部呢，他刚不是讲说要去寻求这个共识吗？要看共和党怎么看这事情。中共方面呢，11月要开6中全会。所以在6中前后呢，他们内部也得摆平，他还得看看说我有没有什么要小心的地方。好，那现在最后对台湾来说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虽然一再提醒大家，我们说无论如何呢，拜登最后一定会去跟中共谈。那怎么个谈？谈什么东西？然后做不做让步？这我们要小心。所以台湾要注意就是。当拜登当这个美国方面，即便是工作层级的跟中国方面工作层级的会谈的时候，美国有没有软化？软化到什么地步，我们得非常小心。第二，我们得动用我们所有的在美国内部的游说力量，也去进行游说。因为中共一定进行游说，我们也进行游说。在美国进行游说是合法的，是公开的，你按照游说法就行了。他这个可以去做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醒美国。第一，你不能出卖台湾；第二，在关键跟原则问题上面，你不能犯错。中共在看完阿富汗撤军之后呢，他会得到简单结论：拜登政府呢可期，因为这么大一件事情你搞得这么糟糕，表示说你们有大纰漏，所以我希望中共会说，我希望你们在台湾问题上也再出一个纰漏，让我来占点便宜，他一定这样想。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得特别小心。是必然啦，就是我们提到过往的确，台湾从整个外交处境的确常常会受别人所控制。我们知道人最悲哀的部分就是命运都由别人来做决定哦。台湾还是要努力一下，增加自己更多的一些筹码。那当然内部的共识凝聚的部分，过往许多的来宾明老师这边也提到过，必须要去认清这些相关的事情啊，然后找到我们最好的一些位置哦。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来宾学者像明老师这样子非常精准、精细的，然后完整的这些分析哦，可以让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包含甚至也许都有很多的一些政治相关人物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我觉得都可以帮忙找到一个可能更好的答案。那就算不是直接答案，我们也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分析，让大家了解更完整的原貌。这也是我们希望节目可以带给大家的目的哦。那今天再次感谢明居正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请大家如果支持我们的节目，帮我们订阅、转传、按赞、分享，那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再次感谢大家。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